比特币减半前的行情会怎么走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比特币的周线来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从周线这么大的级别来看待盘面了。那我们可以发现呢，白色线就是我们下一次减半的时机点，确实它会有小小的误差，不过就在那个时间范围附近，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现在的这根 K 线它距离我们下一次减半大约还有180多天的时间点。那我们要确认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比特币是否已经在15500这个位置，它就触碰到底部了。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现在一直到减半周期行情之前呢，这一段它会怎么走呢？白色框框会怎么走呢？其实我们今天主要会以复盘形式，我们看一下过去是怎么走的。毕竟历史真的就是最好的老师。那首先呢，确实我们也看过或者说讨论过15500它到底是不是底部非常多次，那些找了很多证据那现在呢，我又可以提供出另外一个更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打开 RSI 但这个是周线的 RSI， 我们很少看到这么大级别的技术指标。我们可以把下面这个区域给画出来，大概就在30左右。我们可以发现呢，当比特币它的周线的 RSI 呢，每次只要到达30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我们之前在15500的位置。当然现在有点看不清楚，因为我们是已经拉到周线了。那你可以发现这个位置呢，30，大约在30附近，还有这个地方大约在30就是我们最底部的位置。那我们要探讨 RSI 为什么到30附近它就会出现熊市的底部呢？我们可以先从 RSI 它是怎么计算的谈起。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RSI 是怎么做计算的呢？ RSI 它是计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呢，比特币它的波动下跌的比例呢跟上涨的比例那当然它是抓的是这个上涨的比例占整体波动比例的多少百分比这句话它也是绝对是经历过深思熟虑的，绝对是经历过咀嚼才可以说得出这种定义的。当然这也不算定义这个是算是消化过后的内容。那为什么说比特币在其他的时候呢，它就很难重现这种 RSI 这么低的情况呢？因为比特币它每次在熊市最底部的时候呢，通常 K 线都不太波动的，就几乎都没有波动都没有波动，直到呢有一根暴跌下来这个时候通常就可以看见底部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RSI 它可以低到这么低呢？而且我们在比特币周期的其他时候呢，很难看见这种情况因为当都没有波动，然后突然有一根波动，它都是下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 RSI 值它就会是最低的，或者是说比特币周期的其他市场情况呢，它很难重现这种这么低的 RSI， 因为其他市场情况都会有一定的波动，而且有涨有跌。那这个时候 RSI 呢，它要控制在比较低的位置就是很难的。所以我会认为我们这一轮熊市的底部呢，它确实是已经见到了。即使我们后面出现黑天鹅，像312这种黑天鹅，它的 RSI 呢都没有到达前面的底部这么低为什么呢？因为在312之前，它都会有一定的波动，它不会像在熊市最底部的时候完全没有波动。那这也会影响到 RSI 它最终所计算出来的数值，或者说我们又多找了一个证据。那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我们现在是距离182天嘛 ，OK。那我们可以画出每一次减半前182天呢，当时比特币它都做了哪些行为 ？OK， 我们可以从这个位置呢画一下你可以发现我们在2020的时候呢，它基本上走的是震荡。那确实它出现了一个312，但这个312它也是极少数发生的事件，或者说我们要重现一次312呢，我们在这轮去期待它，或者说去预期它呢，我认为这个就不太理性。它确实上一次出现过，但每一次都要有这样子的事件重现，我认为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重现那我们一样可以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再往前拉182天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这个位置它走的是什么样的行情呢？它走的其实是震荡，窄幅的震荡，震荡完之后上行。那我们再也没有创造出，或者说再也没有摸出之前的这种底部了。那我认为这一次呢，它的参考价值就比较小，因为这个确实有点太久远之前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稍微很大约的画一下。当然，我们画的这肯定都是有取过 log 的。如果没有取 log 的话，这个图表就会被严重的歪曲。那基本上呢，震荡上行，而且没有再更低的低点，震荡上行。然后这个位置呢，震荡但中间有个312如果说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个事件的话，特殊事件的话，它也会走的是震荡，或者说微微的震荡上行那其实现在呢，我也认为我们会走一样的情况，就
约略吧。你说3万这个位置，它确实在减半期之前呢，我认为很难以突破，很难以突破啊。那如果往下的话，22000、23000这个位置，我认为就挺极限了。如果说要再更往下的话，就会很困难了。要到1字头的比特币就会挺困难啊。如果我们复盘历史的话，确实是这样。当然了，除非有出现特殊的事件，那这个我们也很难去预期，或者说我们猜也是猜不出来的。那我会认为我们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会在这个区域内做震荡。那当然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减半周期、减半带来的牛市开启之前，就累积好一定的现货筹码嘛。那其实现在定投呢，我认为就会还蛮适合的。当然了，好一点的价位就是25000之下，那就是我认为就很甜啊，这个价位就真的很甜啊。至少我们在牛市的时候重新回来看这个价位呢，就真的会很甜。好，那我们回到我们操作上的级别吧。日线上其实我们已经讨论过太多次了，我们直接从4小时开始。4小时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然我们先以多头的角度看待现在的盘面。目前呢，我们走的是2波的上涨呢，跟2波的回调。其实这2波的上涨，它确实涨了，但是呢，我们要抓住的话会挺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回调的这个幅度呢，回调的比例啊，真的是太大了。你可以看我们这一波的回调呢，它已经吃掉了原本上涨了50%以上，基本上都快要碰到618了。但是回调到50%以上了，这个就是幅度已经很大，这个回调的幅度就真的很大很大了。那如果我们再看到我们第2次的回调呢，你也可以发现呢，我们这波回调它的幅度是很大的，它至少也都超过了0.5。其实我们在行情刚开始的时候呢，或者说如果我们要走出一段多头，那我们多头的起始点肯定是从这里开始了。我们这2段就是出师不利了，它回调的幅度这么大，那如果说你要用多单吃它的话，真的就会不好吃，很难以掌握，真的很难以掌握。我认为对于多头来说，最好的情况呢，其实是我们再往下之后，再找一个新的起涨点，因为这个起涨点它就已经不漂亮了。那我们可以画一下，这样，这边有个通道，而且这个通道它一定有效，我认为一定有效，不是楔形，也不是其他形态，我认为就是通道，而且只有这种画法，只可能是这种画法。下面2个接触点没问题，那上面呢，有3个，有5个接触点，这个通道绝对没问题的。我认为最好的一种走法，对多头最好的一种走法，反而是跌破之后呢，我们再找一个新的起涨点，然后我们再往上。那其实空头呢，说实话，空头的优势呢正在丧失当中，或者说空头它越来越没有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在上面的最主要的派发区呢是55天嘛，那其实我们现在呢也已经走了48天了。那其实在这个位置呢，我们震荡越久，没有跌破25000呢，我认为就对于空头来说越是不利的。那已经震荡了这么久了，其实空头的优势我认为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当然了，接下来的几天1个礼拜它跌破25000，我认为这样可以了。但是目前看起来感觉这个几率是不太高。那以目前来看呢，27300真的很重要。我们可以把这个27300呢再给它往前延伸，包括这个位置呢有产生过支撑的效果，这里有支撑，然后这里有阻力，然后这里有支撑，有产生互换，这里有阻力。但其实我们昨天有提到一个不错的机会，或者说对于空头来说必须得小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昨天有谈到，在这个位置呢，它出现了一个说它3重底也可以，说它头肩底也可以。那我们现在呢，它就是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突破，你可以看到头肩底嘛，然后突破之后呢，它来回踩了颈线，踩了颈线之后呢，然后上涨，而且我认为呢，这个上涨它已经达到了它的目标价位了。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们这么一画，当然了，这个方法很简单，它也很粗略，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稍微估一下，稍微很粗略的估一下，基本上没问题。它上涨到了这个28100呢，已经碰到了我们的目标价位了。那我们这波反弹呢，其实你可以看它刚好就是一个618的反弹，很接近618的反弹你可以看下跌之后呢，然后上涨，完美的打在0.618，然后我们随后呢，很有可能再来一波这个行情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想要参与上述我所说的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那 Bitget 你只要 KYC 就会送你$20的体验金，再加上数字货币盲盒，真的非常非常优惠。也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